大家好，我是阿蔡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ChatGPT 如何让 Excel 更好用。平时我们用 Excel 要处理一些比较庞大的数据的时候，往往还得掌握类似 Visual Basic 这样的语言。但现在只要把你的数据处理需求用文字的方式描述给 ChatGPT，然后复制到 Excel 里面的红编辑器，就可以在 Excel 里执行你要的数据分析请求。我们点运行按钮试一试，怎么报错啦？因为苹果系统是无法执行 VBA 的啦。那该怎么办？我们需要用 Python 来代替 VBA 编辑的功能。那在演示操作之前，我先说一下我的数据需求。我需要在测试文件这个表格里头，把 A 列中数值一致的值对应的一列的值进行求和，还有统计 A 列各个数值出现的频次，然后把区众后的 A 列数值记录到 seed，A 列的频次也统计到 seed。同一个 A 列数值对应的一列数值求和后也统计过去到 seed。B、C、D 列也是一块同步过去，而且要告诉 ChatGPT 我没法运行红。现在我把需求输入进去。它让我要确保安装了 OpenPixel 库 Python 里头的一个库，然后它把每一步的代码都分开写了。这里就不展示它写代码的过程了。在过程中，它强调 Python 文件还要执行的 Excel 文件要放在一个目录下。我现在让 ChatGPT 输出一个完整的 Python 代码，然后复制起来。我先去下载一个 Python， 然后打开终端确认是否安装了 OpenPixel 这个库。终端可以通过按 Command 加 D， 然后输入终端2字调取出来。好，现在可以确认我的电脑是有安装这个库的。我再新建个文档，把刚刚复制的 Python 代码粘贴进去，保存文件名为 test2， 改文件格式为 P， 这样 Python 文件就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右键显示简介，把 Python 文件的地址复制到终端，在地址前加入 CD 和空格键，然后回车，再输入 Python 3 test2 P 运行 Python 文件。我们来看一下 Python 文件运行结果。Sheet 2是空的运行失败。ChatGPT 的答案是 Python 中有些字符无法识别。新建一个文档，选择制作纯文本，再把 Python 代码贴进去，把用于注释的代码也删掉，保存为 P 文件，再在终端输入运行 Python 文件的命令。可以看到现在 Sheet 已经有数据显示了，并且也是按照我一开始的要求进行显示的。现在我们回到 Sheet 里做数据验证，找到程式库开挖机这个数值，可以看到这个数值确实是出现了3次。一列3个数值加起来也是没有错的。Python 文件运行成功。如果是 Windows 系统，那无需 Python， 直接 VBA 代码就能运行。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我是阿蔡，一个渴望比 AI 跑得快的职场人员，定期分享 AI 最实用的技巧。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并且加个关注。